Hello， 大家好，我是剑哥。那酷冷去年推出了 H100的 ID 杀机箱，那当时台北电脑展的时候呢，那酷冷的老板非常得意的向我介绍这个机箱。那不过由于产品的定位和兼容性的问题，那这个机箱的销量其实并不好，现在已经停产了。那酷冷居然把它当成一个只能装极显的机箱对待。那么今年酷冷又推出了 NR200的 ID 杀机箱，有种一选前耻，机箱大厂教你做 ID 杀机箱的感觉。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那酷冷是如何教一众友商去做 ID 杀机箱的吧。NR200 有两个规格，那499元的 NR200 和699元的 NR200P， 那配色也有白色、黑色两种，机箱的本体结构都是一样的。那200块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这几个地方。那其一是配了个钢化的玻璃侧板，那可以和开孔的侧板更换使用。钢化玻璃很厚实也很漂亮，但是散热的话还是开孔的要好一些。那其二是多给了个显卡转接线，那可以支持显卡束装。NR200这里就多了一个9厘米的丝并风扇，那酷冷机箱上能见到丝并的风扇还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值得称赞的地方是，两个版本的机箱呢都附赠了一个1:3的 PWM 集线器，方便接风扇。不过你也可以把 NR200这里的挡板下了配件里面也多给了个显卡的固定槽，然后你再去买一个显卡转接线去用。其三是 NR200P 附带了两个12厘米的 PWM 风扇并且和装好了金属罩子，可以免工具直接安装在机箱的顶部。而 NR200 是预装了一个9厘米的风扇和附带了一个装好金属罩子的12厘米风扇，然后又给了套罩子，方便你去再加一个风扇。算一算，一个挡板，一个显卡延长线，那风扇从9厘米升级到12厘米，200块钱，那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吧。具体还是看个人的取舍。机箱的前面两个侧面、顶部四面都是卡扣固定的，可以免工具的拆下。那底部预装了一个螺丝固定增强稳定性。那拧下了这个螺丝以后，也就可以直接取下了。另外，顶面和底部可以选择安装螺丝固定。那顶面的螺丝就在外部固定，那侧面的螺丝需要在机箱内部固定。机箱的前面板为钢板，那非常的简洁只印了个酷冷的 logo。白色为烤漆工艺，比较光滑；黑色为磨砂工艺。喷漆的水平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体现了酷冷大厂的做工。个人更喜欢那个白色的外观和手感点，摸起来非常滑，非常的舒服。怎么形容呢？就有点少女手的那种光滑肌肤的感觉黑色就有点像摸到了那个大老爷们的操手的感觉。那白色的相应就容易脏一些。顶部是塑料材质的，自带防尘网，预装了8个橡胶脚垫，可以免工具安装机箱附带的风扇。那一个是塑料强度结构，二是机箱的顶部空间有限，所以说的话，顶部的话只能装风扇，不能装冷排。I/O 接口为2个 USB 3.0 开机键、重启键，还有个2合1的音频接口。没有采用 Type C， 也是考虑到成本毕竟前置 Type C 的主板都太贵了不过可以考虑去学习一下乔斯波 V8 那种把前置 3.0 转接出来一个 Type C。酷冷的3.0这里使用了紫色的接口，估计是为了体现自家的特色，但是毕竟你是装在机箱里面的，这紫色也看不见。我建议是把机箱顶部的 USB 的插槽改为紫色的这样更显眼一些搞个黑色的插槽，还以为这是 USB 2.0 的接口呢。另外还有一点是值得大的表扬的，机箱的开机跳线，酷冷用了一个塑料扣子把它固定在一起这样安装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如果说遇到那种像古董主板的话，它跳线不一样的话，你也可以拆开扣子去分开的插线这么好的设计，为什么到了2020年我才看到？那之前银广 A Plus 上采用的那种一体的开关跳线，就其实已经让我眼前一亮了。酷冷这个简直是花了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就解决了个大问题。希望能在酷冷所有机箱上都推广开来。以后别再来问什么开机跳件怎么接的，你直接摁上去就可以了。机箱的侧板和底部都是钢板的开孔加防尘网很少能见到底部都能拆下来的机箱。那拆底部是因为底下可以安装2个风扇或者一个240的水冷。机箱的整个外观给人非常的简洁大气的感觉有一种那种北欧风格的样子非常符合我的审美。机箱呢内部也很简单，那一个支撑架呢采用了固定240或者3.5寸的机械硬盘，还有个电源架子。
电源架上面附带了4个扎线带啊，方便理线，很巧妙的贴心的小设计。那电源架的话只能安装 SF 的电源，默认的安装模式是搭配 IT 主板的。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 SF-L 的电源，那只需把电源架上挂到这个 SF-L 的孔位就可以了，再拧好固定螺丝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不过这个时候你电源线的话就会顶到机箱的顶部这样一个风扇位。另外，机箱也可以安装 24.5×22.5 的 MAT 主板，比如说常见的技嘉的 B460M DLV 这种双内存插槽的主板。这个是官方说明书上就写明的，那只要把电源的架子移到机箱的前部即可。那这里要注意的有2点，一个是默认的电源架子的安装方式，那电源是可以从机箱外部进风的，而如果你更改了以后呢，电源只能从机箱内部进风了。电源架子上设计了一个3.5寸的硬盘位，如果说你要关硬盘的话，你就会挡住电源的进风。其二，我们是能看出的，机箱对主板的宽度兼容性很高，还预留了不少空间。从宽度上来说，其实是支持4内存的主板的，但是上不了常见的什么小雕TUF迫击炮这些主板，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主板它太长了它们基本都是24.5×24.5厘米的，超过了22.5厘米的长度。那么24.5×22.5的这种奇葩规格的主板，那也只有 M11G 了。当然，我也看到网上有人去拿那个 TUF 主板去硬塞进去的，那主板就顶到了那个电源线了，它就装不了 I/O 的挡板了，而且这个螺丝孔位对不上，你只能用扎带固定了就有点纯娱乐，装着玩了。另外的话，机箱还可以在前部去挂2个2.5寸的硬盘，也算是酷冷固定2.5寸硬盘的常见方式了。机箱的兼容性非常好，那除了上面提到的 MAT 版型的话，其实还有好几种玩法可以玩。如果说你采用风冷的话，那说明书上说是支持155毫米的。实际上，猫头鹰的 U12S 这种风冷也是可以装进去的。另外，如果你要安装240水冷的话，你可以安装在侧面支架上冷排向机箱外面出风。那或者说你安装在机箱顶部，显卡可以安装常见的3风扇的长显卡。那相应的显卡安装也就是有2种，一种是显卡直插，那机箱底部还是有空间可以再装2个风扇，增加显卡进风的。那这种安装方式的话，其实风冷跟水冷都是可以安装的，但还是建议用水冷安装的话，这样散热会更好一些否则直插显卡的话，你显卡直贴着风冷互相干扰散热，这个也是 IT 版型的散热的天然缺陷了。有的时候我们去用 AT 的主板的话，去让风冷散热跟显卡拉开一定的差距，这样的话温度的话就会下降不少了。另一种就是显卡竖插，那采用机箱自带的延长线，这样就能把240水冷的话安装在底部了。那这个时候水冷到底如何安装呢？你是进风还是出风呢？我们装好机了会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这次采用2种配置的安装分为高配和低配。那首先是低配，采用的是 i5-10400F 技嘉的 B460M DLV 主板，那微刚的万紫千红8G×22666，西数的 SN550 500G。技嘉的160 Super OC 6G 显卡，那散热器为雅骏的 G3 风冷，电源为全汉的 MS450 铜牌全模组，那大概就是5000多价位的主流机子了。那整个配置除了电源稍微贵了100多块钱以外，那别的基本上和正常储存机箱是差不多的。其实机箱的内部空间你去安装 AT 的电源的话是足够的。那我看到网上有人用酷冷的 Q500L 的电源架，那用在了 NR200上的去装了 AT 的电源。机箱安装是非常简单的，那基本和安装普通的 MAT 机箱是没有啥区别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你选用 MAT 的主板的时候，安装显卡的时候呢，显卡的挡板这里安装会有些费劲，因为你要把挡板插到这个凹槽里面。MAT 这里多出来的这块 PCB 的话，那就没有 IT 那么好插了另外，机箱附赠了一个12厘米的风扇。如果说你要把机箱这个底部安装这个风扇给显卡进风的话，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风扇是没有贴这个橡胶贴的。直接安装的话，可能扇叶会直接打到那个底板。那安装雅骏 G3 以后嘛，机箱的这个侧面的固定架也没有办法安装了不过这个时候的话，你也基本上用不着这个支架了。由于 B460M DLV 是盖板的主板，有功耗强的限制，1040F 单烤 FPU 的话，全合 4.0G， 70瓦的功耗大概只能维持4分钟。那在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的温度是59度，之后会掉到65瓦的全合 3.8G 左右。这个时候 CPU 55度，那掉了5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日常是使用很难到烤机这个强度。单烤风 Mark 时候显卡70度，那盖板卡嘛，温度一般不过日常也完全够用了。双烤的时候 CPU 会到63度，显卡依然是70度。在 1080p 分辨率下测试几个游戏，基本配置21的话，平均67帧 ，CPU 和显卡的温度如视频中所示。
GT5的话，特效全开平均68帧，吃鸡3级制画质111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高配的，那采用的是 i7-10700，华硕的 ROG Strix B460i Gaming， 那内存是支持的皇家级32G×2 3600啊，当然只能在12933的频率上运行。那正常装机的时候，你用个3000的频率啊，一个非 RGB 的内存就可以了，毕竟是个 B460的板子嘛。那固态是系数的 SN750 1TB， 其实就比 SN550 1TB 大概贵了300多块钱。那电源是酷冷新出的 V750 Go 的 SF 叉，显卡采用的是技嘉的2080 Ti Gaming OC， 那散热器是恩捷的 X53240水冷。那没有选择更高的 1090K， 是因为 IT 叉机箱你去上一个200瓦的油的话，确实散热压力太大了，除非你去找那种特挑的 i9 1090K 的那种好体质的，然后手动降压再去降低功耗啊，否则根本压不住的啊。但是呢 i9 1090K 的话，大部分的这个体质分都只有60几分。你超过100分的话，其实大概率能卖到2个 i9 的价格。Z490 IT 叉主板的价格基本上是 B460 IT 叉的2倍，那 IT 叉机箱油基本很难去超频。你内存去搭配个 i7， 真支持到2933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都够用了。当然，你非要多花点钱去选择 1070K 加 Z490 的话，也不是不可以。那电源这块也是酷冷首次推出的 SF 叉的电源，那最高可以到850瓦，应该是针对这次的3系显卡设计的。那80 Plus 金牌全模组，那10年质保，采用的也是酷冷常见的那种3大线的供电，代工厂是深圳的高斯宝，也就是 NW 金牌的那个电源的代工厂，而不是 V750 Go 的 H 叉版本的代工厂啊。群光散热器呢，因为小机箱呢它空间有限，就不去选择那种花里胡哨的 RGB 的散热的，而是侧面安装的话你也看不到风扇，所以就选择了恩捷的 X53 散热器啊。不过还是有些浪费了这个冷头的 RGB， 恩捷的 X53 相比 X5 啊贵了大概50块钱，那主要是冷头它可以旋转一下，避免一些 NZXT 的字母它反着放啊那种尴尬场景。不过风扇这边，那相比 X52 的话，就少给了一个风扇的集线器啊，没有 X52 方便。另外，恩捷也自带了一个不错的监控软件 CAM 啊，不仅可以监控 CPU 显卡温度，也可以调节一下水冷的一些参数。当然，选择恩捷还是因为用了这个几百个下来，故障率真的非常低啊。虽然价格有些小贵，但还是质量非常靠谱，值得信赖的。那这里的显卡安装方式的话，就有2种，我们都装机测试一下。一种是显卡直插，那把冷排装在侧面，安装在支架上。这样冷排和风扇的一团子线就会在机箱的上面，机箱顶部的时候附带的2个风扇的那个铁罩子啊，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啊，就避免了这个风扇打到那个机箱里的线。如果说你把线团进去的话，塞过去的话，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整理。但是冷排这边就要注意一下，风扇不要打到线了。另一种是显卡竖插，那水冷插在底部。那这样冷排安装空间的话就会充分一些，但是显卡的固定的话就不是非常的牢了，因为转接线这边呢是完全没有固定的啊，全部悬空的，仅仅依靠显卡挡板的2个螺丝固定显卡，那建议还是需要上一个显卡支架去撑一下子。我们这里测试一下显卡竖插、显卡转接啊、冷排进风和显卡转接、冷排出风3种情况下的温度情况。在室温25度的情况下，显卡直插的情况下，那 CPU 单烤 FPU 的话68度，单烤显卡70度，双烤的时候的话，显卡的温度没有太大区别，那 CPU 的温度会上升到76度。那如果采用显卡竖插的话，那相比 CPU 和显卡的温度都低了2到3度。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无论冷排是出风还是进风的话，它的温度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结果和我们预想的还是有点区别。我们摸了摸这个冷排附近的温度并不是很高，那估计一是 X53 本身水泵流速比较快，属于高端的240水冷，所以水冷冷排附近的积热并不严重。2是机箱整体开孔呢，它的散热本身就比较快。3的话是1070的发热只有100多瓦，并不是特别的大。如果说你去采用更大功耗的 CPU 或者是散热性能差点的水冷的话，可能结果就会有所不同。游戏测试我们选用了 2K 分辨率，基本配置21在特效全开时呢大概98帧 ，CPU 和显卡的温度如图。那 GTA5 特效全开大概是108帧，吃鸡3级制画质的话大概是160帧。那主机的噪音如图所示。那最后总结一下酷冷的 NR200 机箱，那机箱整体的结构和 NCASE 那些非常像，但是价格便宜了非常多。而且酷冷作为机箱的国际大厂，无论是板材做工还是机箱的结构设计，都体现了大厂风范。空间利用的非常的合理，机箱安装在 i 下机箱里面啊也不算复杂，没有什么奇葩的反人类的安装设计，很多细节设计都非常合理。
特别是开关跳线那边就明显能感觉到设计的用心之处。关键价格真的不贵，做工非常优秀，给人以物超所值的改编。那现在越来越多的相关厂家去推出机箱产品，但平心而论，有几个是认认真真做产品的？你随便找个代工厂去贴个 logo， 就敢卖4位数。自家的全家桶，一堆产品不兼容。如果不是贴了个信仰 logo 和去坑一些不了解产品的粉丝，有多少人会去购买你这个溢价如此之高的产品？这样做短时间内是可以赚到钱的，但是长远来看还是损害了 DIY 的长远发展。不过 DIY 本身就是一个夕阳产业，短时间能赚到钱啊就不错了，长远啥的不存在的。所以我能理解这些厂家基于收割品牌信仰而不愿意好好做产品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个对 DIY 还是抱有一丝热爱的人，看到这样的行业现象还是非常的痛心，也是非常感谢酷冷至尊作为一个机电大厂能拿出一个这么便宜的优秀产品，完美覆盖了高中低各种预算的玩家。也非常建议大家都买一台回去自己装一装，你可以先用盖版的 MPATX 先用着，等到有钱了再去玩套高端的配置，换换口味。一样的机箱，模块化的设计就能玩出好几种不同的花样，这才是 DIY 真正的精髓。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会选择 NR200 这个机箱呢？那喜欢我们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素质3连一下。如果观众也别忘点一个小铃铛或者点一个赞。如果想了解更多脑资讯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那如果直接想购买这个 NR200 机箱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淘宝所有商品潮玩客。这里是潮玩客，我是剑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